在26艘舰艇出现在鲜滨礁之后，我国44艘舰艇又出现在了中业岛，并且这44艘舰艇中还有一艘海警舰艇和一艘海军战舰。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今年以来，由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不断挑衅，使得南海周边国家也都趁机跳了出来，在那些和我国有着争议的岛屿处和海域搞事情。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派出去军舰和侦察船，为此我国海警和海军的巡逻力度也加大了，就连海警中不怎么露面的万吨巨舰也前出南海巡弋。而在上月底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派出直升机来南沙群岛侦察，想要看看我军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有了大发现。26艘中国渔船已经将鲜滨礁团团围住，在这批渔船的旁边，还有着一艘装备了76毫米舰炮的海警船在保驾护航。因此，菲律宾认为我国可能是在进行填海造陆工程，想要将鲜滨礁打造成一个军事基地，为解放军将来在南沙群岛的战力提供保障。然而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上个月26艘中国渔船将鲜滨礁包围，就已经够壮观的了。结果这个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又有了大发现，这次居然是44艘，并且连军舰都出动了。在南沙群岛的中业岛附近，菲律宾海警发现了42艘中国渔船的身影，并且在这些渔船旁边还有一艘中国海警的5203舰，一艘中国海军的056A 轻型护卫舰为其保驾护航。由于此次中国出动的舰艇规模创新纪录，并且声势浩大，海警、海军、渔船三方联动，再加上事发地又是中业岛，因此菲律宾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想要在中业岛上填海造岛，重新将中业岛夺回。虽说中业岛在名义上归我国所有，但这座岛屿的控制权实际在菲律宾的手上。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中业岛发生了台风，所以台当局将驻守在岛上的台军撤离到旁边更安全的太平岛躲避台风。而当台风结束，本应回防岛上的台军又要进行轮换，新到来的部队还在坐船赶来的路上，所以此时的中业岛就处于无防备状态。早有图谋的菲律宾看中了这个契机，迅速组织兵力强占了这座岛屿，并将其命名为派格阿萨岛。而后续赶来的台海军在发现岛上的菲律宾部队时，曾打算开火，因为当时台海军的实力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完全有能力在1小时内消灭岛上的菲律宾军队。但台当局后续却突然下达命令，要求部队不开火，赶来换防的台海军只好调转方向前往太平岛，将中业岛拱手送人。由于中业岛蕴含丰富的资源，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所以菲律宾占领中业岛后进行了大量的基建，在岛上还修建了一座机场，让这座岛屿逐渐成为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的指挥中心。为了体现自己对这座岛屿的归属权，菲律宾政府和军方高层曾多次派人进行登岛。在21年，参加总统竞选的议员拉克森还前往岛上插旗作秀。以前由于国际形势还不算太紧张，我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所以对这种事儿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怎么管。但现在南海局势因为美国的挑衅而风云再起，菲律宾也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对美国开放9大基地，邀请美军进驻。那这样我国就不能不管了。特别是菲律宾准备新建的4大美军基地，还有想法将中业岛也送给美国人使用。以中业岛距离永兴岛机场仅670公里，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仅800公里的距离来看，美军随时能将火力投送到我国领土，并从菲律宾后方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补给。也正因如此，我国对那些在南海地区的岛礁管辖就越来越严格了。除了派出海警船对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时刻紧盯之外，还对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活动进行了驱逐。上次的26艘中国渔船出现在鲜滨礁，展示了我国对这座岛礁的控制权。这次的42艘中国渔船
再加海警海军2艘舰艇出现在中业岛，这代表了虽然这座岛的控制权在菲律宾手中，但我国完全有实力随时夺回中业岛。特别是海军056A 护卫舰，为渔船提供护航一般都是海警的活，这次却海警海军齐出动，这意味着此次大规模行动不同以往。如果菲律宾继续对我国挑衅，那收回中业岛控制权必然能够说到做到。一旦中业岛的控制权回归，我军的重型战机与预警机则皆可进驻，岛上现成的场站设施稍加返修升级，便可立即投入使用，更可在岛上部署远程防空导弹与岸基搜索雷达，对南海的控制权又会进一步增强。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菲律宾的挑衅，就又多了一道防备手段。